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古偶男主颜值潜规则，诚意 vs 任嘉伦，谁在操控你的泪腺？咱老百姓追剧看明星，最绕不开的就是这张脸到底有多绝。今儿咱就掰开了揉碎了，唠唠内娱6大顶流男星的颜值门道，保证不说那些让人犯困的专业词，就聊咱茶余饭后都能听懂的大白话。您瞅任嘉伦在锦衣之下里头那眼神，活脱脱就是个行走的表情包。听说他演一集戏脸上能变28个花样，这本事跟变戏法似的。仔细瞧他笑的时候，嘴角翘起的角度就跟拿尺子比着画出来的一样，脸上肉皮儿稍微动弹动弹，就能从冷面判官秒变柔情汉子。这功夫要是用在咱平时过日子，两口子拌嘴都能变成打情骂俏。肖战那笑容真是老天爷追着喂饭吃，别人咧嘴大笑容易现原形，他倒好，越笑越招人稀罕。秘密就在那张脸长得特标准，从鼻头到嘴边的弯弯儿，跟数学老师上课画的几何图似的。最绝的是他笑开的时候脸上肉不横着长，不会出现那种满脸褶子跟包子似的尴尬样。不信您翻翻他走红毯的生图，连后槽牙露出来都顺眼。刘学义这小子演坏蛋可真叫一绝，就凭他那歪嘴邪笑的本事。听说拍醉酒戏时，他故意让右边嘴角往下耷拉半拉米链长的距离，这点儿小动作愣是把角色那股子又疯又惨的劲儿演活了。要不怎么说聪明人都知道把短处变长处，这手可比那些只会干瞪眼的演员高明多了。说到爷们儿长相，李现那张脸真是老天爷照着模子刻的。您看他剃寸头那会儿，脑壳线条跟石雕似的，侧脸看鼻子又高又直，这长相扔人堆里就跟夜里的电灯泡似的扎眼，活脱脱武侠小说里走出来的大侠。特别是他那脑瓜顶，听说比平常人高出3成，怪不得戴啥帽子都跟量身定做似的。徐凯的脸总被人说是游戏里蹦出来的建模脸，要我说这得给现代美容技术记一功。从脑门到下巴颏的5道弯儿，跟画出来似的板正。人家机灵就机灵在没把腮帮子全削平，留了点棱角，笑的时候才不会像戴了张人皮面具。这道理跟咱盖房子一个样，光图好看不行，还得讲究个结实耐用。诚意的古装扮相为啥那么招人心疼？全凭那双含着泪花的眼睛。您仔细瞅他的眼距比常人稍近些，配上微微往下耷拉的眼角，看谁都跟受了天大委屈似的。这长相演起苦情戏，不用张嘴说话，光看眼睛观众心就揪得慌。最绝的是他那鼻子，带着点小鼓包却不显山露水，既古色古香又自然，可比那些清一色的网红鼻顺眼多了。现在明星们为了上镜好看，多多少少都得捯饬，但真正经的都懂得见好就收，就跟咱炒菜掌握火候似的。李现那个高脑门是娘胎里带的，花多少钱都整不出来。肖战的脸型纯属老天爷开小灶，这可不是打几针就能有的。所以说啊，天生的本钱加上后天的巧打扮，才是保持好看的硬道理。您发现没？这些当红小生的脸都有个共同点，扛得住大镜头。任嘉伦的眼珠子黑亮得像玻璃球，镜头贴再近都不露怯。肖战笑起来时脸上的明暗分界线，比专业打光的还讲究。这年头能在央视那死亡打光下不现原形的，才是真神仙颜值。说到古装美男子，任嘉伦和程毅算是2个极端，一个像年画里走出来的贵公子，一个像水墨画里染了愁绪的文人。要我说这审美就跟吃饭口味似的，有人就好重油重辣，有人就爱清汤寡水。您要问我哪个更俊，这事儿就跟粽子该吃甜还是咸一样，
吵到明年也争不出个结果。现在美容技术这么发达，反而显得天然美更金贵。刘学义那带着邪气的挑眉，徐凯留着的那点腮帮子，这些不完美倒成了让人记住的记号。就跟老话说的，瘸腿的骡子能认路一个理儿，有时候故意留点小毛病，反倒更招人惦记。追了这么多年剧，我发现观众的眼睛真是越来越毒了。以前看演员光看五官端正，现在连骨头长啥样，肉皮儿怎么动都要品头论足。话说回来，演员的脸本来就是吃饭的家伙事儿，跟咱的手艺活似的，精雕细琢才能端稳这碗饭。最后跟大伙儿唠句掏心窝子的话，好模样终归是锦上添花。真正让观众惦记的，还是角色里头透出来的那股子精气神。您看周生辰的隐忍劲儿，韩商言的霸道范儿，哪个不是演员往角色里灌了魂？所以说啊，好皮囊不如好本事，这才是娱乐圈颠不破的硬道理。古偶男主颜值风云，程毅 vs 任嘉伦，谁能戳中你的泪点？娱乐圈那点事儿，说白了就是一场大型变脸秀。古偶剧里的男主角，一个个都水灵的跟假人似的，要我说，背后没点科技狠活，谁信啊？最近，程毅、任嘉伦、徐凯这几位古装钉子户又被拎出来示众了。没办法，谁让他们靠脸吃饭呢？观众又不是瞎子，谁是天生丽质，谁是后天加工，心里门儿清。先说说程毅，这位哥的眼睛，那可真是绝了。琉璃里那滴泪，直接给送上了神坛。但你细品，这眼睛是不是有点太标准了？那眼角那个沟啊，卧蚕那个饱满啊，活脱脱就是照着古代美人图画出来的。你说这是天生的？我只能呵呵一笑。在这个颜值级王道的圈子里，谁不想有双能勾魂摄魄的眼睛？再看任嘉伦，这位哥的狗狗眼，简直就是个少女心收割机。水汪汪的大眼睛，无辜又清澈，看得人心都软了。难怪他演啥都让人入戏，就连眼神开车都能火出圈。不过，也有人嘀咕，这眼睛是不是有点太现代了？那双眼皮宽的，跟尺子亮过似的，搭配高高的眉弓骨，妥妥的现代审美。搁在古装剧里，总觉得有点违和。还有徐凯，这位哥的脸，那是出了名的建模脸，五官那个立体，线条那个流畅，就跟电脑里捏出来的一样。也难怪他那么上镜，随便一拍都是画爆。但也有人吐槽，这脸是不是有点塑料了？颧骨是收进去了，下颌角也磨平了，虽然脸是小了，但也少了点人味儿。当然啦，娱乐圈里也有那么几个硬汉，比如李现。这位哥的脸，那是真汉子的骨香，颧弓和下颌角那线条，硬朗的能劈柴。就算剃个光头，也能靠骨头撑起来，浑身散发着雄性荷尔蒙。这种脸才是真男人，根本不需要那些花里胡哨的玩意儿。还有一些甜哥，比如肖战，这位哥的脸，那真是老天爷赏饭吃，面部比例完美，笑容甜的能齁死人，简直就是治愈系的代名词。这种脸，随便笑一笑，就能让人心情大好。但说实话，娱乐圈的颜值大战真是越来越卷了。为了变美，有些人连命都不要了，动刀子动得比吃饭还勤。结果呢？某位顶流鼻子都修了3次了，现在鼻孔都歪了，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。所以说啊，在现在这个科技脸横行的年代，原生脸反而成了稀罕货。毕竟千篇一律的网红脸，看多了也会审美疲劳。只有那些有特色、有辨识度的脸，才能真正让人记住。说到这儿，你是不是也想问了？程毅的泪，任嘉伦的眼，徐凯的脸，到底谁才是你心里的古偶男神？更重要的是，你是喜欢天然美，还是喜欢人工美？有网友说得好，
娱乐圈的颜值就是一场大型换头术，但我觉得真正的美是发自内心的。脸是天生的，但气质是后天养成的。只有内外兼修，才能在娱乐圈里站稳脚跟。对了，最近听说有个古偶男星偷偷去做了微笑唇。